哈喽，大家好，我是建哥啊。之前来库推出的《斗战者》战7000游戏本，我们都有过自费评测。虽然说产品为了价格呢做了一些妥协网上争议不小，但是它这个价格杀疯了呀！加上联想的售后兜底也性价比十足，很受大家的欢迎。那今天呢，我们弄到了一台来库斗战者系列的台式机风7000也就是做个自费测试。核心配置呢是英特尔的酷睿 i5-1340F 32G DDR5 4800内存 ，RTX 5060 8G 显卡 ，PCIe 30乘4 NVMe 1TB 固态。目前京东补贴到的价格是5999元。你怎么看待风7000这个价格呢？风7000的主体是钛灰色与黑色，比较硬朗。转到前脸一看，你这机箱怎么这么像 NV 的公版卡呢？老黄看到都震惊了。我还见过，透过顶部的面板上斜切线条的黑色格栅呢，能够隐约看见机身的内部。底面板上呢还有开机键、3.5音频和2个 USB Type A 5G 接口。取下侧面做了黑化处理的玻璃面板，就能够看到风7000的内部散热配置的双热管小塔散热，加上后出风的风扇。在主板旁边呢，还有2枚反液的 ARGB 风扇辅助进风，整体是一个侧进后出的风道。不过因为 H610芯片组的限制，后置的接口就比较抱歉了。USB Type A 接口共计6个，其中4个 2.0，2个5G， 千兆网口1个，音频口若干。反正的 HDMI 呢，遇到了 1340F 就毫无用处了所以出厂就直接塞了防尘塞。外置天线的 WiFi 6网卡联想不报型号。我们这台的样机是瑞昱的 8852BE。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拆掉整机，来看看主板、电源和机箱。主板呢是一张中规中矩的 H610 MEDX 规格银白色的散热装甲，印着斗战者 logo， 单 M.2， 风扇和 ARGB 也是标准接口。主板点亮之后呢，显示了斗战者的 logo 动画，拯救者都没有这个带绿情绪价值这块拉满了。主板呢是由商科代工的，也就是明轩的母公司。BIOS 就是典型的老明轩的风格功能都有。因为它主板比较功能完善所以说风7000也就不整像拯救者系列那样的塞一堆软件了不少用户他到手就会删掉。预装系统呢只有预装了驱动，非常的纯净。不过目前像调风扇的 RGB 还只能在 BIOS 里面调，甚至官网都没有驱动下载链接。当时斗战的笔记本也好歹还给了一个百度网盘的下载链接的这方面斗战者还是需要提升不少。电源是一颗500瓦的以蓝出品的电源，有独立开关，非模组的设计，实际标配了双 CPU 的8 pin 和双 PCIe 的8 pin不过这台风7000上都没有用到。追风者96风城一系列性价比的型号也是一来代工，这个就时间检测吧。机箱做工呢是比较扎实的，结构方面就是传统的电源下置，前面板和上面板都支持3个120风扇。官标参数显示都能装350吹冷，预装了1个后置和2个侧板的120的雅骏风扇。电源仓上呢也有3个120的风扇安装位，所以说一共能塞12瓦风扇。联想宣称这个机箱是可以支持到700瓦节热。那讲完这么多优点，缺点有吗？哎呀，是的，相比于很多 DIY 机箱都是磁吸免工具的拆装风7000的这个机箱还是传统的卡扣固定，是比较难拆的。其实拿到机子我比较诧异，平常这种价位机子基本上100元机箱，甚至说是协和机箱。但是风7000的机箱看这个外观不是很夸张，但是用料明显看着不便宜。机箱用的是1毫米厚的钢板侧板玻璃4毫米厚，不仅都做了金属的包边，甚至玻璃侧板里都用了镀膜的工艺，玻璃外面贴了防爆膜防止玻璃碎了以后这个玻璃渣随处散。我们试的是直接用扳手砸的话，只能砸出一些小磕碰。用破窗器的话才能击碎玻璃，但是玻璃也没有散落，强度杠杠的。这个玻璃侧板都是至少几十元的成本了，而现在很多机箱才几十块钱的风7000上整个机箱用料呢至少都是300-400的这个水平。算是 MEDX 的机箱，但是体积不小，搭配里面这个小小的配件看着有些空。是不是有点狗气吕布的感觉？后来我了解到风7000的机箱、散热和风扇都是雅骏做的难怪散热器和机箱内部的做工看着有些熟悉。机箱的开模据说就花了200万，那机箱在主板的这个安放位、显卡的安装位以及右边侧板呢，都是用了1毫米的 SGCC 的镀锌钢板，
而 DIY 机箱呢，一般都是 SPCC 的冷轧板，能用到0.8毫米，都已经算是用料扎实了。1毫米的厚度啊，是为了保证主板和显卡固定的稳定，那即使运输中呢，也不会出什么问题。那使用了 HECC 的镀锌钢板啊，是为了加强防锈啊，因为整机是要过一些 EMI 的电磁屏蔽啊，所以说玻璃侧板内部它做了金属的涂层，固件这里呢没有喷漆的这圆孔啊，就是要接触机箱上的 EMI 台片，保证机箱上每个键都连通，能把电磁辐射去接地。EMI 的电磁干扰测试啊，就是 EMC 电磁兼容性测试的一部分啊，普通机箱的侧透玻璃啊，那是肯定过不了 EMC 测试的。然后呢，他们拿到了3C 去上了国补，怎么做的咱就不多说了。此外，反正整个机子都要去过什么跌落、冷热冲击、高温、低温沙尘、ROHS、烟雾抗静电、高低压等一系列测试。实话实说啊，风7000的很多的标准其实定的并不低，其实不是每个品牌机都会去做这么多测试。这也是一部分的成本吧。那换句话说呢，对于完全不懂的小白用户或者公司采购，那性能方面咱不说，就是稳定性方面肯定是不差的。风7000呢，后面肯定是要出更高配置的，否则不会在机箱上面去花这么高的成本。但是呢，又不可能去再开模多做一个机箱，所以说啊，入门配置就也得跟着用这个相对奢侈的机箱。就这样的做法啊，大家可以留言弹幕去谈一谈你的看法。扯远了，下面来讨论一下这个风7000的性能。英特尔的酷睿 i5-1340F 处理器，6个性能核心加4个能效核心的配置，共计适合16线程。我们从完整的 CPU 测试流程中挑出了这些项目，让它和前代的140F 做个对比。先从大家都喜欢的高阶同学啊，不好意思传来了，大家都爱的 Cinebench 的理论测试。只看单核的话，无论是213还是2024。单核的睿频 4.6G 的13400F 都和 4.4G 的12400F 是拉不开什么实质性的差距的，但是 13400F 中间还是多了4个小核可用，因此在 Cinebench 的多核监测中呢，都能明显领先20%以上啊。有用有没有用不敢说啊，情绪价值肯定是给到了。同理呢，在剩下的7、8个测项目中呢，13400F 能够领先个15%到25%左右。当然啊，ProSense Office 的测试呢就只有6%的提升了。GPU 方面呢，是我们第一次拿到联想的5060啊，这个小小的体积、单风扇、双槽厚度啊，无尾板设计。通过读取 VBIOS 可以确认是145瓦的 TGP， 单8 pin 的供电肯定是够用。在 3D Mark 的理论测试性能中也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异常，反正能超过前代的400 钛嘛。风7000使用了2根金泰克的 DDR5 16G 4.8内存啊，这个就是不带 K 的标准运行频率。具体跑分看图啊，也就不要去问什么能不能开 XMP 了啊。这个内存它给的就是4800的物料，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能超频的。硬盘呢是来自 TWSC 德明利的 OEM 盘 ，PCIe 4.0×4 NVMe 1TB， 跑分如图。我们大概做了个不严谨的测试呢，缓存大概是在130G， 出管后大概会掉到几十兆每秒的速度，这就 QLC 颗粒无疑了。如果说容量不够用的话，主板上还有3个SATA 接口，可以安装2个3.5寸硬盘和1个2.5寸硬盘啊。不过没有像整流者那样去预留SATA线，加装呢就不是特别方便了。测游戏之前呢，我们再去测一下整机的散热啊，毕竟是正经的台式机，就直接双烤了。3分钟的 FPU 加 Formac 之后呢，13400F 的 P 核 4.1G， E 核 3.3G，CPU 功耗100瓦，温度71度，睿频都跑满了，省下来了也去炸不出更多的东西。与此同时呢，显卡的功耗为145瓦，核心温度70度，运行在2355兆赫兹，显存温度64度，运行在1750兆赫兹。你还别说啊，这套双热管、小塔加上梦幻单风扇的3次组合，压制 i5 加560的效果其实还真不错啊。黑子说话，有首歌怎么唱呢？别看我笑，别看我笑。联想最近还出了台挺有意思的 IPS 电竞小金刚 Legion 2510 24.5 IPS 面板直屏 1080P 原生320赫兹300尼特啊，原生8比特，99% sRGB， 到手430元左右的性价比不错的。前期3面窄边框，双 HDMI 单 DP 接口，带上耳机口，方便外接音响啊。原装支架不占地方，还可以俯仰升降旋转。当然根据不表示啊，我宣传不等于马上就要用，所以说游戏测试我们还是放在 2K 分辨率去进行。武林暗影是一个老游戏的，560在 2K 分辨率可以直接关闭 DLSS， 享受原生高画质，平均帧137帧，low 帧107帧。同样有些年头地平线5，560也在2K 分辨率原生高画质畅玩，平均帧146帧，low 帧110帧。
在代表 IP 游戏的彩虹6号中呢，560在2K 分辨率开超高画质也能 hold 住，平均帧116帧 ，low 帧146。接下来就得上点压力啊！207启动这个游戏里面的5060就费劲了，我们关闭光追，2K 分辨率 DLAA 高画质，玩起点打开50系独占的4倍帧生成，平均帧170，low 帧36。同样是鹰眼杀手的黑神话悟空呢，我们关闭光追，走 DLAA 开帧生成，2K 高画质下平均帧78帧，low 帧62帧，也算是能玩吧。所以我们进行一个总结啊，其实我能理解斗战者推出这款主机的用意啊，1340F 加32G 加1T 加560，配上正版的 Windows 和联想的3年售后，6499的定价，如果说在有国补的时候出的话，那就是519元的到手价格，那肯定是有一定竞争力的。按照拯救者的体系，是肯定无法推出这么便宜的配置的。无奈推出时候啊，电脑的国补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省份有了，目前只是所谓的政府补贴啊，到手5969元。就很难像战旗舰那样，当时的性价比爆棚了。但是正巧啊，赶上 CPU、内存、硬盘都暴涨，3个配件1个多月啊，涨了大几百块钱。这么看呢，其实这个价格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对于一些小白用户和公司采购呢，买品牌机就图个放心。不过还是我开头提到的，它这个花了这么大成本搞的机箱，搞了一个入门级的游戏配置，加上还有点槽点的这个内存固态，包括电源，包括这个配套的驱动和软件方面还是有所欠缺，难免啊给人一种大马拉小车的感觉，可能后续推出更高的配置选择，性价比会更高一点吧。那这期节目到这里，不知道你如何看待这台联想风旗舰主机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如果关注微软点小单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球突破，你们的赞能分量。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传播3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跟我们汤店铺传播的数码。这是常课，我们下见，拜拜。